大家好，薛亮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部在我看起来蛮奇葩的老电影，1961年的《Flower Drum Song》花鼓歌。这电影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加州旧金山华人移民群体当中的多角恋爱，有一点点奇情，然后还涉及到这种娱乐场所跳艳舞的声色犬马的一些东西。那关键呢，这电影是一部歌舞片然后它采用的形式基本上就是百老汇的歌舞剧，或者是说好莱坞的歌舞片的这种形式，舞美、造型、灯光，还其实蛮讲究的。但是从文化上来讲呢，你觉得说这东西既不是美国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甚至也不是华人移民的文化，而是一个白人所想象当中的华人移民文化。而这个事情很吊诡的在于，就是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可能一方面出于市场的这样的一种需要，对吧？如果说当年给主流观众拍的，那他必然要拍到这样的一个少数东方神秘国度文化的时候呢，他有猎奇的需要，他一定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极度的外域的不同的文明。但是同时呢，这些亚裔本身也希望被误会到一个让他们觉得，这样体现我们其实是愿意接受的程度。然后这电影就因为它这样的一个特殊性还在这个后来入选了这个叫美国国家电影登记名录的这样的一个名单里头，因为这个是由国会图书馆每年去遴选的最多每年只选25部作品，只有25部作品可以是故事片，可以是纪录片，也有时候可以是广告和 MTV。 那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说，它得在文化上或者历史上或者美学上有重大的贡献或者是独特性。那这部电影呢，就其实有一点点误会的盲打误撞，还是就进去了反正美国人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多元文化的历史之一。但是你现在看呢，你会觉得其实蛮多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地方。可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坏，对，它就是说它故意营造出来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是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文化和故事。很有意思。而且这个电影在拍了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再有这种全亚裔或者亚裔主导的这种面孔的电影，一直到就说后来的喜福会。那当然近年来这种情况明显的有所好转不管是说妈的多重宇宙呢，还是那个韩国的这个叫什么 Past Lives， 我在我的频道里头这两个电影我都讲过。还有一部韩国人拍的这个，或者是韩国移民拍的米纳里这三部电影我其实在我的频道里头都讲过。当然还有那个 Crazy Rich Asians， 特别超夸张超富的亚洲人，这个亚裔的这个代表性确实在屏幕上越来越多了。可是当年到后来为什么就有那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完完全全没有代表性呢，对吧？可能也跟这部电影当时其实票房不是很成功有关系。就是后来就发现说我很努力的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精致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是有点粗糙，但是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大制作的一个电影了。好，今天就顺着这个电影呢跟大家分享我的观感然后这个故事多么奇葩，然后同时呢也让我其实可以延伸一下，就说首先我对旧金山的这个唐人街本身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又不是可能比一般人多了解一点就是我说唐人街之外的人我还真的跟这个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些社团打过交道，他们还真的某种程度上试图去继承当年这个唐人街这种
burlesque 就是这种跳艳舞的这种文化的，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还参观过那个博物馆，我还认识这个当时创建这些博物馆的，至少现在的经营者以及经营这些文化，他们去做这种旧金山本地的唐人街导游的这些人。我略知一二哈，我就想分享这个。另外呢，也可以适度的聊一聊这个歌舞片啊，这个为什么美国人拍什么都那么喜欢歌舞片呢？尽管现在好像歌舞片已经不如在他20年代到60年代那么多的歌舞片，但是其实过上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啊，你像这个 Wicked， 然后像这个很糟糕的新版的白雪公主，它还是歌舞片在这个国家的审美里头占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好吧？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那这个电影哈，这个首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华裔的演员叫 Nancy Kwan 哈，关南诗哈，他是一个其实是爸爸是华人，然后母亲应该是一个英国人吧的一个混血，然后他当然他是被中华文化养大的，后来又带到美国。他其实就是说身材啊和容貌啊都，其实你一眼看上去就不完全是华人，但是他又带着很大的一些华人的这些 features， 然后他的这个跳舞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哈，所以他像苏姿黄他也演过，然后这个电影里头，他虽然不是那个真正故事里头的主角，而是演了一个旧金山当时唐人街里头的一个这种娱乐场所的一个算是个头牌吧，就是说他跳的这种扇子舞也好，或者那种抱个球那种舞也好，是一个比较暴露，比较通过自己的这种性感的程度去吸引当时的白人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舞者。然后呢，他的这个有一个老板哈，就是这个画面照片左边的这一对儿。他左边的这个女士就是关南诗演的这个叫 Linda Low 啊，这个 Low 就应该是广东话里的罗啊，罗小姐，然后后面的是她的老板，然后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暧昧的关系的。那老板一方面觉得说这是他的摇钱树，对吧？然后对这个女的来说，这老板是他的长期饭票，他们可能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关系，但是这个老板也是说，并没有打算好像真正早点娶她。那这个女士本身也希望说，早早的就说，你不娶我，我就要去用其他的方式哈，去给你一些压力，以至于就说这个 Linda Low 哈，或者是关南诗演的这个舞女呢，就后来就傍上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旧金山算是蛮有影响也蛮有钱的一个王家的一个大少爷哈，叫王达或者王大，在电影里头就是王大哈。然后这个男的呢比较的单纯，就希望说找一个体面的、比较合乎这种中华温公两俭让这种素质的女生，但是同时对这种外形非常性感也很新潮的这种带着美国文化这种女性呢，也没有这种也抗拒力也蛮低的，就是。所以这个王达本身，王家有2个少爷哈，一个是说王达老二呢，基本上就是完完全全已经被美国化的一个小孩啊，跳的那些拉丁舞、踢踏舞都跳得特好啊，就是说话就完全都是 bro 哈，就是这种已经是街头化的美国人。那老大呢，相对来说可能他爸管的也比较严，然后他自己是说半忠半洋吧。那老爸本身呢，就是完完全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有一点点食古不化哈，非常迂腐的，就是说看美国什么也看不起，就是觉得中华文化什么都是好的。这个照片里头的这个左边的这个还戴的这种西瓜帽哈，然后这个右边不是他太太，而是他的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不知道是反正是不是这叫什么一个亲戚关系？
反正他们是同辈的吧，就可以说，然后也不是兄妹关系，但是，哎呀，我讲不出来是一个什么 cousin，OK，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呢，从这个中国大陆啊，当时的来了一对儿这个移民哈，这个其中的这个女儿呢叫梅里或者李梅吧，然后他和他爸来这个旧金山呢，是为了寻找这个当时已经通过电报也好，平信也好，已经有这样一个包办婚姻了。然后包办婚姻的对象呢，就是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叫 Sammy Fang 哈，方三米吧，叫他。方三米等于说要和这个从大陆来的小姑娘，等于说有这个包办婚姻。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方三米本身其实还是对这个 Linda Low 是有好感的，所以人家这个妇女 show up 之后，通过这个警察找到他们之后呢，方三米就很恐慌，就说：“哎，我不能跟你结婚啊，对吧？”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说：“哎，把这个女孩呢介绍给这个王家的大老爷，因为王家老爷呢希望自己儿子结婚是找一个中华文化的姑娘，所以这老爷子看到这个。”李梅呢就觉得特喜欢，就想把这个介绍给他这个大儿子。那他大儿子这不是就几条线同时发生的嘛，对吧？就是在电影里头非常难以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首先呢，这个由一个日裔的演员叫梅木三吉他去演的这个在。故事里头，所有人都说她非常美丽、非常可爱、极其东方的那种美人在荧幕上你就觉得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她只是很娇小，对吧？但然后她无论从身材上来讲，还是容貌上来讲，就没有那样的一种魅力。可是缘故呢，是因为梅木三吉人家本身是一个音乐家他是唱爵士乐，甚至唱这种日本的这种传统戏剧出身都很强大。然后他在这个百老汇歌舞剧里头也是担纲的，就是这个花鼓歌的一个女一号的这个位置，他是能唱的。那只是说在舞台剧上，你想想，就是大家其实看到的不会是特写嘛，但是在电影上头，你中景，然后再加上特写，你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说你没有那个颜值，你真的是撑不住那个特写这是让人看起来就非常非常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相信，甚至这个电影票房没有那么强大，也跟这个选角是有关系的。那相对来说，其他的像关南师这种，就是说，他为什么海报上放他呢？因为他靓丽对吧？继续说这故事就是说，最后呢，这个王达呢，最后就本来想和这个 Linda Low 好，然后这现在 Linda Low 是等于说利用他，其实催逼着自己的长期男友和老板呢，想办法早点娶她。然后呢，那老板也不傻，Sammy Fang 就故意设了一个局，就是说让这个王老爷子和王达再加上李梅等等人一起来他的夜总会，说给你们看一个秀。然后在那个场合内呢，这个 Linda Low 因为要跳这种比较在华人眼里头伤风败俗的这种艳舞最后就看到就是说王老爷子拂袖而去，王达也觉得心情非常的复杂，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未来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然后他就当天晚上因为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受挫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被欺骗的这种感情呢，就喝多了。喝多之后呢，还有一个唐人街的一个女裁缝是一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然后叫 Helen Chow 这姓赵的一个 Helen， 特别喜欢王达，暗恋王达。然后当天晚上趁着王达喝醉了之后呢，就把他领回了自己的闺房，然后
在这个原著小说上哈，就是由这个 C.Y. 李写的，这个叫李锦阳。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说，有机会再说。在原著里头，Lin Ta-Chao是非常非常的惨的哈，就是说他最后自杀了，你知道吧？就是他真的是把他等于说拐骗到自己的这个房间里头，让他因为醉酒和自己发生关系，结果还被这个王达拒绝，结果他就自杀了，然后对这个王达和王家都还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在电影里头呢，这一晚上呢，用了一个歌舞的桥段哈，就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剧照。然后这个其中我相信是隐喻了一种他们之间这个男的因为酒后这个乱性，然后其实不是他自己哈。还有一种群舞戴着面具，有时候那个本身跳舞的场景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它表达了他们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夜的肉体的关系，但是它又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那个舞蹈本身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好像是性方面的暗喻，但是更多的你看他的关系的话，他那种亲密，然后那种狂野，我觉得是那个意思。那他们两个发生一夜情关系之后呢，这个李梅因为要去帮自己的他帮这个王老爷子去拿一件缝好的衣服呢，然后很狗血的就是说Helen 赵也毫无顾忌的就开了门，让李梅进来。然后李梅看到了之前那天晚上王达穿的那个西装，因为那个西装上有当时李梅给他放了一朵花，然后李梅就知道说 Helen 赵和这个王达有一腿。然后王达酒醒之后呢，再去见到李梅，然后就说对他倾心吐意哈，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突然之间就对这个 Linda Low 就好像说啊，这个是我可以翻篇了哈，从此之后呢，我就希望去追求你了。然后这个李梅呢，是等于说从大陆来到中国城之后，一眼就看上这个王达，就觉得爱的不行哈，没有任何的预表，没有任何的预备。然后他爸说把他的婚约转到这个从这个夜总会老板那儿转到这个王达那儿就转了，然后他的心情也就随之就转了，就是哎呀，我好爱他，我相信我在这儿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我已经喜欢这个地方了。这个本身就是有一个唱段，就是表明，就是说，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也特别喜欢王达。结果按道理他是很听从自己包办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决定的，对不对？那让你干啥就干啥呗。在这个时刻呢，她表现出了一个极其自尊的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女性的意志哈，就说哎呀，这个我知道，她没有说明白，但是她就说我知道你其实心里头不一定是有我啊，然后我原来我是很爱你的，但是我现在不爱你了，用的那种比较蹩脚的这种 Chinglish 啊，中文的英文。啊，比如说他有时候也会用其他的话说，I love him very much, he loved me a little much 啊，就是这种话。这个地方首先那个转折是非常非常生硬的，然后最终呢，就是说Sammy 那个夜总会老板还是不得不去尊重那个当时的包办的婚约，他们还开了一个这种中国城的这种唐人街的这种家庭会议，然后最后大家一致就说不行，你当时包办婚姻的这就和个合同一样，你必须得去遵守它，你必须去履行你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然后这个 Sammy 方就唱了一段说，哎呀，我不要跟我结婚什么什么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情感支撑的，也没有任何原则在支撑的一个剧情哈。然后最后就搞到就是说他们真的不得不进行婚礼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李梅因为之前的深夜看了一些美国的西部片哈，就发现这个其实合法身份、非法身份啊什么的都会影响到这个contract 本身这种婚约的这种合法性。然后他就说，哎呀，因为我是非法入境的，所以我按道理这个合约也是其实是不合理的，所以
我们的婚约可以取消。然后现场之后呢，大家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商讨哈，唱了一首歌之后呢，就决定就说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重新分配一下哈，就变成把一场婚礼本来是李梅和这个方三米之间的婚礼呢，就变成说啊，那咱们换一下，对吧？就是由这个Linda Low 和方三米结婚，然后李梅和王达结婚，把一场婚姻变成2场婚姻，然后就皆大欢喜，就这么结束了哈。你说这个故事你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狗血和不可信呢？那这个照片里头，就是李梅和他爸来了旧金山之后，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问别人去找他们的那个线人哈，然后也没钱了，然后李梅就拿起花鼓来在街头上唱了一段，然后他爸就开始收钱哈，然后就被警察逮住，然后警察就帮他们去找到了这个方三米的夜总会，就是处处充满了狗血了。然后当然就是说，关南师在这个夜总会的后台有一段啊，这段其实从摄影上或者是说当时的这种后期的角度来讲，还比较新颖的地方在于说，这个人这个跳艳舞的这个女士呢，走到她的这个3面镜子的这样的一个全身的梳妆台的之后呢，因为他觉得说，哎，我自己还是挺喜欢我作为一个女性哈，他有一个唱段叫 I enjoy being a girl， 然后他就对自己的身体或者容貌产生了一种极度的骄傲啊，或者说他看着自己就觉得特美，极其自恋的，然后在镜子里头，3面镜子本来一开始就是一个真实的摄影，后来就开始变化哈，就每一个镜子又出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穿的衣服，然后就不同形象的这种发型，就是我相信从制作上来讲，还当时不是特别的容易。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当这个方三米和这个 Linda Low， 这个开始去征战的时候啊，其实Linda Low 还是想表明，就是我还是真心爱你的哈，过去没娶你，我现在真的要娶你了啊，我要很认真的。然后整个的这种摄影机的运动也好，然后舞美虽然看起来就是很艳丽哈，很虚假的这种背景板，但是还是啊，我觉得他在这个电影化方面，使得原来的百老汇的那个歌舞片呢，肯定又还是有了更多电影视听语言的一些表达了，除了就是没有内涵之外，唱的因为很多的这个都是人家百老汇演员在后面配音唱的啊，就是这些演员其实除了这个特别真的挺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眉目三吉呢，其他人都不太会唱哈，都是后来配音的。那说起来眉目三吉，人家还真的是好像是第一个亚裔女性拿奥斯卡表演奖的呢，她是另外一部和马龙白兰度演的一个叫 Sayonara 啊，就是日本语那个再见的那个电影里头，她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然后这个演这个 Helen Chow 的这个女裁缝这个暗恋的这个角色呢，演员叫佐藤绫子啊 ，Rico Sato， 他也和马龙白兰度演过一些电影啊，甚至可能不是一部。有一个叫《丑陋的美国人》里头啊，他演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是讲泰国的这样的一个革命领袖或者是领袖的一个太太，然后马龙白兰度在里头演一个美国的外交官。然后就因为那部电影呢，这个佐藤绫子到后来和马龙白兰度还有了这么一腿哈，他们两个其实是有过恋情，当然和马龙白兰度有发生关系的女的人也挺多的。然后这个女演员挺可怜的，49岁就突然就死了，然后她死了之后说一半的骨灰还偷偷的被运到了这个马龙白兰度私人的一个岛屿上，说明就是说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们两个是有神秘的一腿的。
那这电影里头这个对方三米的这个夜总会啊，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好像叫 Celestial Garden 啊，就是仙人花园吧，可能我不知道具体的是怎么样，但它这个整个的场景的设计啊，非常的有中国特色，但是很显然比这种唐人街的这种当年的娱乐场所要高大上很多，就是从这个天花板的高度也讲，从它的这个宽敞的程度也讲，从这个家具的摆放和装潢来看，我们看其他那些历史照片，或者是你去唐人街去看这些还保留的这些东西，没有电影中那么豪华哈。然后它这种跳舞的这种表达，也不可能说当时唐人街可以提供这么复杂的像百老汇一样的演出。你像有一段演的这个以关南师为主要的头牌跳，然后其他人都是伴舞嘛，对吧？然后他还有一些故事啊，是不可能，唐人街从来也没有提供过这种级别的娱乐的东西。唐人街的提供的，说实话，说难听一点，我们必须得正视历史哈，就是说唐人街。特别是叫都板街哈，有一条路原来叫杜邦 （Dupont Avenue）， 后来又改名成叫格兰特 （Grant Avenue）， 这就有一些历史了。但是华人当时唐人街的人就叫它叫都板街。都板街原来其实就是很多妓院和赌场开设的地方，鸦片馆，这就是早期的很多地方的这个。唐人街就是这样的哈，洗衣房，然后赌场，然后妓院，这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历史啊！我记得后来曾经李小龙还曾经写过一个脚本，后来不是被 HBO 后来还拍了几季，大概2-3季，叫 Warrior 战士哈，那个其实讲的就是说，唐人街里头这种堂口的之争啊，这种其实就是黑社会了，就是说看谁势力大，然后你到底是潮汕的哪个帮派的哈，是从地域观念很强的，就当时的南洋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宗族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异乡谋生的手段非常的有限，然后同时也被歧视。然后也因为自己的文化就更被歧视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所以内斗其实非常非常的激烈，非常非常惨烈。大家经常因为要谁家来控制赌场，那都是直接真刀子干啊。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其实我觉得当时的排华法案里头是会不会跟这个事情？跟这个当时的华人的这种移民文化有一定关系，当然有了，因为也出现过，就是说这种again 就和今天的这种很多这种遣返潮里头，不管说新闻上去夸大的也好，还是事实上发生的也好，这就是说它都有一定的真相，在现实里头。确实是有非法移民去性侵这些美国公民的事情，有啊，而且可能非常不是特别少见，但是同时是不是有那么夸张呢？可能也没有这种鼓吹的人说的那么夸张，所以大家就各自取自己想去讲的那个故事的素材就是了哈。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我得说，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唐人街的这种经营的方式，它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是带着一个诚实的态度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我们当时那一群人的处境，然后同时也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好像说啊，就是 too judgmental， 而是说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啊，还得有带着一个同理心，就是说那怎么办？当时这些人就是要生活呀。对不对？然后他确实是没有其他的来钱更快的方式了。他做其他的行业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进入。然后同时因为语言的问题、文化上的这种差距，哪那么容易就在那样的一个还蛮怎么说了，真正很西部的那样的一个时代能够定下脚来，不是很容易哈。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
勇敢的去面对曾经发生的事情，然后带着一个同理心，带着一个知道人性本身是怎么回事，知道我们内心真相是怎么回事，知道世界的这种残酷的本源，然后同时能够，如果新的创作、新的评论可以能够有一点点真实的盼望哈，真实的一个高光和升华，那其实就对这样的曾经的一群人做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服务了。我是觉得说，更多的时候是说，有太多的像这样的，其实跟真相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素材去利用和榨取，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对华人群体的一种真正的帮助，对华人群体融入这个社会也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呢，最好少一点哈。而是说，现在更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亚裔的艺术家，他们也在试图把这个亚裔的角色变得更加的丰满，甚至说他是游走在灰暗的灰色地带的这样的复杂性，这样呈现出来的角色才会在这个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上更深入的进入这些其他族裔人的心，才能够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哈，然后他们的文化中和我们的文化中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共通，哪些地方是不同的，这个交流才是真实的。这就和说，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啊，这个科波拉拍的《教父》是那个东西是对意大利当时移民的一种恶毒的描述，不会嘛，对不对？他那里头的这种黑手党的文化，它是比较忠实的，或者至少说让人觉得有质感的再现出来，对吧？像更早的那像斯科西斯拍的《纽约黑帮》，那无论说爱尔兰移民也好，或者是说，反正就是一帮比较穷困的这种移民来了之后，他要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去争斗的时候，呀，他可以是那样的一个形象，他可以是一个恶人的形象，但是就是真实，但富有同理心，这个其实是那个创作后面最真实的，而不是说这种粉饰哈。这电影的比较奇葩的地方就是说，这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程度。然后你就觉得这是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然后同时这样的一个迎合他们好奇心猎奇的这样的作品呢，其实会更加的去制造刻板印象，对吧？会固化那个刻板印象，会让外国人就觉得说，哎，华人就应该是这种。其实是难以琢磨，也非常难以理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很多人说华人中国人吧，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特色最大的一个特色叫什么 inscrutable， 这和历史上这种查理陈也好，还是满大人也好，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的塑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好像中国人永远都是说没有任何的情感的表露，对吧？从来都不会让你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可以运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文学作品上，在这个影视作品上，没有更丰满的去表达这群人的爱和恨，哪怕他们是受的是一些非常现在看起来极其不文明，或者是说需要去被更新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们是人呐，他们是人，你就应该把他们到底怎么想怎么做的，哪怕很卑鄙，真实的去表达出来 ，right？ 然后再去看他看重什么，他一定有他看重的东西，然后你再把他的这个所有的价值观去 prioritize 一下，看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个人，你就大概能够更好的了解，另一群人是怎么想象的。我相信为什么我们去看待，因为我们等于说这么多年在过去的时候接触的是说，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对吧？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好样的文化作品就比较难以影响西方的观众，然后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我们看的还觉得挺好。这里头我觉得不只是说是一个种族的强势或弱势的问题，而是说你这个族群你就要输出出来一个让人觉得说呀，看起来真有意思啊！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假，然后不做作，不肤浅，你这个东西一定会打动人的。就好像说，难道黑泽明，难道
当时对世界电影的影响小嘛，对吧？你看看《七武士》《罗生门》那东西怎么可能输出不了呢？你文化输出不能够靠这种装腔作势，你就得把那个人共通东西和自己的特色很好的结合出来才行啊。呀，所以最后就是说这个原著的作者吧，他当时写了这个书，其实可能和后来呈现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我相信他的原著可能更符合他的真实的当时的那种观察。这个李锦阳啊，这个照片应该是李锦阳和关南师在一起啊，他作为应该是编剧吧，可能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摆拍的一个。不知道是为促销还是推广啊。然后其实关南不是李锦阳，他的家族是湖南湘潭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等于说他们家培养出来他们8个兄弟都特别有建树啊，其中什么老大老二都是什么中国什么流行音乐的鼻祖啦，又是这的鼻祖那的鼻祖，反正是挺厉害的。然后他是排行老8，好像是他是最小的那个。然后他早早的就跑到美国来，当时可能是在抗日战争当中的时候，他就被送出国了。然后他开始哥伦比亚，然后又去了耶鲁，然后学的就是文艺啊，这个艺术这种剧作可能。而且他的老师好像就是尤金·奥尼尔的老师哈，那尤金·奥尼尔不是，好像是尤金·奥尼尔教出来的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后来试图通过剧作去维生，其实很困难。因为毕竟可能也不是第一语言，对这个文化也不是那么熟悉，哪那么容易。然后后来他跑到旧金山，在唐人街的一个就是上头好像是菲律宾人开的这种夜总会，底下是夜总会，他楼上就在这去给这种当地的华文报纸写点段子啊，写点报道啊，写点故事什么的。后来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集，然后这个花谷歌这个故事整个其实就是说他的那些小故事短故事最后组合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当然出版也挺悬的，还有一些传奇性的东西，什么手稿其实交给一个大佬去看了，结果大佬看着就死了，突然就死了。然后大佬的这个在这个书上还做了一个 read this 啊，就是他虽然自己没读完就死了，但是他留了一个便签，意思让后人，让他自己身边做生意的这些出版商说你们看一看，这个挺好的。结果这样才出了书，然后出了书几年就可能就拍了这个百老汇歌舞剧，然后就拍了电影，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被光大出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华人，其实我刚才讲到这个现在的唐人街里头，其实有一些群体，他们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种夜总会，或者说有唐人街特色的这种娱乐场合的这种文化，可能不再用过去那种形式了。过去那种形式说白了就是跳艳舞啊，它是一个满足西方。满足白人男性凝视或者偷窥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跳那些舞其实根本和中华文化没有关系。然后他就是说，这是外国人想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的这个文化，其实根本就和华人文化没有关系。然后他们确实是有很多的比较大尺度的哈，你像看老照片你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Toy 啊，你看他起的艺名你就知道，玩具啊，诺尔 Toy 玩具。然后像甚至说前几年上了这个25美分的有个叫黄柳霜的一个也曾经去过欧洲，也演过不少电影的。他这些人都在这样的这个夜总会，就是声色犬马的演这样比较暴露的东西啊。然后 again 就是就是啊，然后但是带着一个同理心，就是那这个事情如果做得好 ，so what right？ 他为了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权利，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他可能也拿了钱之后，他也不只是说只是用来个人的
怎么样，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的社区建立了一些东西啊。当然，这个它建立的这个 image 本身有可能也会重塑现在的这种唐人街的这样的一个基因。这个基因，我认识的一个团体啊，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上年纪的一些早期的，可能也是广东或者台山或者是这些移民的甚至可能有的就是一代的移民。他们可能有一些，我认为也至少没有自己演过，但是肯定也见过他们的先辈演过啊。他们这种俱乐部在全美也有很多个地方有，就是以这个亚洲的这种女性的跳舞为主要招揽客人的一个方式。它确实带着一定的挑逗，带着一定的东方的，因为穿的服饰啊，穿的这些东西啊，以及它的舞步本身，它都带着自己的一些创新和发明，然后他们就继续有时候也做一些现在的这种文化活动啊，像有一个叫都板街歌舞团啊，它其实就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Grand Avenue Follies 啊，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夸张的去那么暴露，但是它还是要表达一种，就是说我们亚裔女性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啊。然后他们曾经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拍了一个，虽然说是大家都是靠业余的时间，然后用比较没有任何成本啊，就是大家一起去，其实是自愿的做了一个音乐啊，还是一个小小的有点说唱啊，音乐本身可能还不是那么好，叫gay 某手啊，就是鸡毛掸子嘛，就是当时因为发生很多攻击亚裔的这种事件，然后他们的意思，那个歌词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欺负你，我都可以当你奶奶了哈，我是应该教训你的，你要打我的话，我也可以打回你的，然后我就需要拿鸡毛掸子教训你。当时还获得了相当多的一个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个注意啊，这个我觉得他们现在做的那些事情也挺值得鼓励的，虽然也挺艰难的。另外就是说这个歌舞片哈，你就说啊，这么一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不伦不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也要用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去表达？音乐剧其实首先我觉得跟他们的音乐教育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这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传统。我觉得美国人极其的喜欢音乐剧啊，在这个学校里头就会很早的时候让，比如说低年级的，他们就会去唱一些比较有名的啊，像《狮子王》这种，他们就要去排练这样的，让小朋友去演，然后他们就会去配搭去啊，也要搞这个灯光、舞台效果，这个 costume 啊，这怎么去让小孩子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然后去唱出来。然后到了高中，那就更多的地方就有相当比较专业的这种老师和队伍去支持他们，有这样的比赛，甚至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有一些的高中的这种 musical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极其的制作非常的精良。然后更别说到了高等教育的时候，那这个歌舞 musical 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你知道吗？就是有专门去学这个的，因为这里头的东西还挺多，它本身对音乐性要求就很高，对吧？那 musical 歌舞片里头，你音乐得好听啊，就像音乐之声 Sound of Music 那里头那些雪绒花哆来咪，那都是真的是旷世的100年过去，你还觉得说哇，这东西非常非常的美，对吧？然后他对怎么用音乐去讲故事，然后怎么用音乐里头再去把台词写成歌词，然后对这个舞台上的这种舞蹈的形式，然后特别是这种集体群舞的这种配合哈，因为有时候剧力要爆发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集体跳舞的去迸发出来那样的一个舞台效果是
在剧院里头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那同时，这个当然电影的歌舞片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哈，它一方面当然不是一个互动，但是同时它有镜头运动的优势，它有剪辑的优势，它有使得这个音乐方面达到相对比较完满的这个程度。所以音乐剧本身，无论说线上还是线下呢，都在这个国家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本人也认识这种，就是说美国的年轻人哈，然后他就是生活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带一些小朋友的这种 musical， 收入也不高，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做这种专门给小朋友欣赏的音乐剧，然后能够在一个比如说科罗拉多的一个区域里头，一年能够演上个三四十场，他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开心和满足了。他们觉得说看到小朋友能够把这样的一种东西很好的吸收进来，甚至有兴趣去参与这个事情，本身他就觉得他们在传承这一个他们自己看重的一些事情。所以 again 就是也许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下一部真的是由华人主导的真正讲述有华人特色同时又有普世价值的歌舞片会是什么年代哈？很难想象。我还是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呀，陈可辛当年在《如果爱上》那样的一种努力和创造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啊！今天拉拉杂杂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您的收看，再见。